美国终于要和乌克兰签订导弹协议了，支持打击俄境内目标。普京四处外访求援，伊朗只送来过期导弹，表示撑住就有办法。伊斯坎德尔袭击军校，泽连斯基正在追查凶手。乌克兰开始使用防空气球，一战战术诱惑新生。勇虎 CM11 战车全面升级。9月3号，路透社报道，美国即将达成协议，向乌克兰提供可能深入俄罗斯的远程巡航导弹。但是基辅呢，需要等待几个月，因为尚有一些技术问题没能解决。据了解，这次美国考虑提供的是联合空对地远程导弹，简称 JASSM。这一决策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显露出改变乌克兰战场的战术态势。因为 JASSM 是美国服役状态中最先进的巡航导弹了，它不仅能从乌克兰边境发射，还能深入俄罗斯境内数百公里，精确打击关键军事目标。该导弹的威力在于其出色的逆踪能力和精确制导系统。这种导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外壳采用了隐身涂料，使其难以被敌方雷达探测到，同时得益于优秀的处理器性能。JASSM 的飞行路径可以通过编程进行优化，使其能够低空飞行，并且采取迂回路线，从而有效规避敌方防空系统。导弹的精确打击能力得益于其红外成像瞄准器，这使其能够在导弹接近目标时提供精确到3米的打击精度。从发射那一刻， JASSM 便由内置计算机进行自行控制方向和寻找目标。所以即使在敌方实施强烈电子干扰的情况下， JASSM 依然能够准确地找到并且击中目标。该导弹的射程是其另一个显著特点。旧型号的 JASSM 的射程约为370公里，而新型的射程则超过800公里。这意味着，即使是射程较短的 JASSM 也能覆盖乌克兰边境以外的广大区域，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前所未有的战术灵活性，可以轻松覆盖数个俄罗斯边境州首府及莫斯科州的边境。此外呢， JASSM 的弹头重量达到450公斤，能够对敌方坚固目标造成重大破坏。虽然它并非专门设计用于穿透加强掩体的，但是其强大的爆炸力和精确打击能力使其成为一种极具威慑力的武器。美国提供的 JASSM 的决定将对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能力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导弹将使得乌克兰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集结区和补给站，从而削弱俄罗斯的进攻能力。同时，这也迫使俄罗斯重新评估其在乌克兰的军事部署，改变战争的战略格局。目前呢，在乌克兰无人机的影响下，俄空天军部队已经被迫向东转进，以躲避乌克兰无人机的轰炸，但同时也让其空军的作战效率大大降低。然而，现在最大问题还是在技术层面上，美国需要解决如何将 JASSM 整合到乌克兰现有的战机上的问题。虽然 F-16 能够适配这种武器，但之前的 F-16 的坠毁已经是前车之鉴了。乌克兰的 F-16 机队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因此想让这款美军最新的导弹发挥其应有效果，还需要让其能够装备在乌军所使用的米格29、苏24和苏27等战斗机上。这些苏联时期设计的战机几乎在所有层面都和美军设计的最新导弹不兼容，因此美军专家需要在电子元件和代码层面对导弹系统进行重新设计。美国官员正在努力克服这一挑战，以便乌克兰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先进的武器系统。JASSM 是自2022年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先进武器之一，虽然可能提供的旧型号，但依旧是对乌克兰军事能力的一次重大提升。同时，俄罗斯尚未对该信息做出评价，该行为是否会激起俄罗斯的激烈行为尚不可知。随着秋季临近，世界的目光将聚焦于这一可能改变战局的关键决策。
即便莫斯科已经开始火冒三丈，但是9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依旧展开了对蒙古的访问。然而，非常有戏剧性的是，国际刑事法院也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而蒙古正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之一。但考虑到蒙古90%的石油资源以及20%的电力都要从俄罗斯进口，外界普遍对逮捕令不抱有希望。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另一位盟友伊朗看到大帝家门口被炸，面子上也过不去。9月1号，彭博社引用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约官员的话，预计伊朗将立刻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此前呢，伊朗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数百架无人机，但弹道导弹的加入将标志着冲突的显著升级。这些导弹飞行速度更快，能够携带更大的有效载荷，对乌克兰的防御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和北约盟友已经对伊朗发出了警告了。同时，路透社也表示，几十名俄罗斯军事人员正在伊朗接受法塔赫360短程弹道导弹系统的培训。这一行动预示着伊朗可能将向俄罗斯提供数百枚这种卫星制导武器，以用于其对乌克兰的战争。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情报官员称，俄罗斯国防部的代表已于12月13号在德黑兰与伊朗官员签署了一份合同，涉及法塔赫360和被称为阿巴比尔的另一种弹道导弹系统。法塔赫360是伊朗研制的一种战术弹道导弹，利用俄罗斯的格罗纳斯卫星制导系统，射程可达120公里，携带150公斤的高爆弹头。该导弹系统以其高速和精确度而著称，最高速度可达4马赫，误差小于30米。这种导弹的轻量化设计和较小的尺寸，使其能够被安装在卡车发射器上，提高其机动性和灵活性。然而，虽然这是伊朗在2022年生产的新式导弹，但从技术层面来说，其和俄罗斯在上世纪80年代服役的 BM30龙卷风火箭炮性能不相上下，甚至还略逊一筹。伊朗媒体一直称该武器是中东海马斯，但无论是法塔赫360还是更高级的龙卷风，都和海马斯火箭系统有较大差距。海马斯发射的火箭弹精度在10米到5米之间，得益于更先进的 GPS 导航系统，海马斯的精度是法塔赫的360倍以上。同时，海马斯发射的 ER-GMLRS 火箭弹射程可达150公里，如果使用陆军战术导弹，射程可达300公里，这是伊朗导弹完全无法企及的。然而，即便是这种落后武器，对于现在已经捉襟见肘的俄罗斯来说也十分重要。军事专家分析，尽管莫斯科拥有自己的弹道导弹，但法塔赫360的供应可能使俄罗斯能够将其更多的武器库用于前线以外的目标，同时将伊朗弹头用于更近距离的目标。这一战术调整可能会对乌克兰的防御构成新的挑战。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此事得到证实，那就代表着伊朗已经明确地表示了其对俄乌战争的立场。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和7国集团伙伴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准备对伊朗推出此类武器移交，做出迅速而且严厉的回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指出，这种移交不仅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也将代表伊朗对俄罗斯侵乌战争的支持的急剧升级。乌克兰及其盟友正在密切关注这一发展，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应对可能的威胁。乌克兰军队正在努力加强其防空系统，以抵御日益增强的导弹攻击。尽管乌克兰已经失去了一大片的发电能力，而且在供暖季节前恢复供电的挑战巨大，但乌克兰政府和人民仍然展现出坚定的抵抗意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直在敦促盟友增加供应，并取消对俄罗斯领土进行纵深打击的限制。他强调，此类袭击对于打击俄罗斯用于袭击乌克兰的机场和发射器至关重要。事实上，泽连斯基担心是正确的。9月3号，俄罗斯的2枚伊斯坎德尔导弹击中了距离前线120公里外的波塔瓦军事通讯学院。由于学校内正在进行培训新兵，因此这次袭击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发表了电视讲话，表示正在追查凶手。
事实上，类似事件已经多次在俄乌战场发生，尤其是在今年2月份，俄军遭受了3次相似的打击。2月21号，2枚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弹袭击了俄海军陆战队第155独立旅团人员的集结地。据称，当时指挥部正在举行颁奖仪式，结果造成30多人死伤。乌克兰媒体声称，死者包括了副旅团长罗曼·科茹霍夫中校等多名俄军高级军官。当时，俄军指挥部知道一架乌克兰无人侦察机在该地区工作，却忽视了这一信息。同一天，导弹击中了赫尔松州卡利诺夫卡村附近的训练场，俄军3支部队正在那里进行联合训练。海马斯的袭击造成至少60名军人死亡。前一天，乌克兰国防军袭击了所谓的特鲁多夫斯科耶村附近的俄罗斯军事训练场。袭击发生时，3个中队的士兵正在那里等待第29军司令奥列格·莫伊谢耶夫少将，结果呢，被乌军逮个正着。海马斯过后，只留下了68具货物。之前这种新兵在前线附近被一锅端的事情多次发生在俄军身上，而这次对乌通讯学校的袭击貌似是首次。不得不说，这次确实是乌军太过大意，没有进行防备，但同时也证明乌军现在仍需要更多的防空系统。在当天辞职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曾经表示，面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只有爱国者才能起到有效的防御效果。乌克兰在对抗敌方无人机威胁方面取得了技术突破，开发了名为航空方面角的气球，其携带了电子监视系统。这一系统专门设计用于侦测敌方无人机操作员，进而锁定目标，提供了一种比单独对抗无人机更为全面的解决方案。方位角由乌克兰 Carrot 公司开发，该公司最近在一次展览中展出了这项重点反无人机技术。方位角系统利用了另一家乌克兰公司的航空气球，包括一个带有绞盘的拖车，用于发射和回收气球的设备，一个充气瓶系统以及维修保养工具。该系统使用被动信号情报设备来侦测，并且定位敌方无人机操作员发出的射频信号，包括通信、遥测和数据交换。方位角收集的信息随后与部队共享，使得部队能够直接瞄准相关无人机操作员。Carrots 公司表示，方位角的开发是为了满足乌克兰军队的紧急需求，能够检测约14公里以内的无人机操作员，为军队提供俄罗斯无人机活动的预警。此外，通过提高浮空器的高度，探测范围可以扩展到6公里，并且可以在30公里的距离内进行3角测量。方位角能够在高空停留7天，携带高达25公斤的有效载荷，浮空器设计能够承受高达每秒15米的阵风。由于其探测设备的被动性质，雷达特征可能非常小，使其成为防空系统中难以对付的目标。尽管方位角最大威胁可能来自它旨在对抗的无人机，但只要浮空器能够逃避检测和攻击，它就能在广泛的区域内提供持续的监控覆盖。据报道，方位角的采购成本相对便宜，尤其是在网络运行时，与地面上的其他传感器结合使用时，将构成系统的一部分，提供更广泛的覆盖范围和更高的弹性。对于在数量上明显处于劣势的乌克兰地面部队来说，任何有助于解决无人机威胁的手段都可能受到欢迎。方位角的好处在于，它可以提醒乌克兰军队注意无人机操作员，而不是单个无人机，从而能够针对可能负责多架无人机的敌方操作员或者战场指挥所。目前尚不清楚乌克兰武装部队是否已经部署了方位角，但这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去年有报道称，方位角的第一批量产版本会在2023年12月底准备就绪。方位角的出现反映出了对抗战场无人机措施的范围越来越广，以及越来越多的使用气球这种传统武器作为部署传感器的手段。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战场需求的变化，此类系统可能会在未来的冲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服役了34年的 CM-11勇虎战车如今迎来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他们不仅安装了全新的引擎，还全面更新了射控、观瞄和数字化战场指挥系统。其中一辆样车特别加装了 M230 30毫米链炮，这种链炮能够精确打击4公里范围内的无人机。
现役的 CM11勇虎战车从1990年服役以来，面临着零件老化和供应链中断的问题，加之射控系统落后，导致维护成本居高不下。虽然台军已经投资了405亿新台币，采购了108辆 M1A2T 战车，但仍需提升现有的 CM11及 M60A3 战车的性能，以提高整体战斗力。据透露，新型的 CM11样车摒弃了以往的馒头造型，炮塔线条更加棱角分明，有助于减小雷达反射面积，降低被敌方探测的风险，整体外观更加现代化。CM11和 M60A3 战车构成了台军现役主力战车阵容，均来自于美国的 M48、M60系列。CM11结合了 M60A3 底盘和 M48炮塔，装备有 M68A1 105毫米线膛炮和 M1战车射控系统。尽管动力系统方面仍保留原有的750匹马力，没有提升到1050匹，但考虑到性能提升案中对电力的大量需求，发电机从650安培提升到了1000安培以上。CM11的炮塔经过全新的设计和改造，配备了热成像系统，能够执行全天候作战任务。虽然105毫米主炮没做改变，但搭配了军备局新研发的易稳脱壳穿甲弹，大幅提升了对装甲的能力。炮塔内部还整合了射控、炮控和观瞄系统，构成了数字化战场指挥体系，增强了多目标接战能力，提高了射击精度和战场生存率。此外 ，CM11战车将原有的液压式炮塔升级为全电动式炮塔，使操作更为迅速准确。在性能提升案中，还设计了2种不同构型的样车，分别配备了遥控塔枪和30毫米的 M230链炮。后者能够发射射空爆炸弹，不仅能有效打击直升机，还能反制无人机，成为未来对抗无人机攻击的有力武器。据悉，军备局正在推进选甲专案，计划投资9亿5千余万元，在今年年底完成研制主动防护系统和复合装甲，以对抗重装甲的主力坦克。陆军计划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在 CM11战车上，增强其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和战斗力。本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